大家好，欢迎收听夜话心语。我妈从孤儿院领回来一个孩子，说要取代我。她给他买昂贵的衣服、首饰，还把房子转到他名下。她得意洋洋地看着我，说这就是我不听他们话的代价。后来她故意伤人，哭着求我救她，我只是笑着送她进去。过年的绿皮火车上，爸妈带我去走亲戚，我妈硬座，我爸在另一个车厢里也是硬座，只有我蹲在我妈旁边，行李跟我挤在一起。火车上人潮涌动，拥挤不堪，我慌慌忙忙拉着座位上的把手才站稳。忽然，我感觉有人的手在我屁股上摸了一把。啊！大晚上，车厢的人一半都在睡觉。我惊慌失措的吼叫声惊醒了一半的人，包括我妈。她扬起手，一巴掌落在我脸上，我来不及反应，被她打了个正着。全车厢的目光都落在她身上，她很享受这种高高在上的感觉。她正义感爆棚，说道：“大晚上不睡觉，闹什么闹？心烦。都怪我没有管好孩子。”有年轻人对我妈打孩子的行为不满，看着我肿起来的脸，心疼道：“有什么事不能好好说吗？你跟这孩子什么关系呀？”车厢里的人被我吵醒，非但没生气，都赞同刚才年轻人的话。就是，什么事情也不能下这么重的手啊！我妈涨红着脸，梗着脖子解释：“我是他妈，我想打就打，多管闲事。你再说，连你也一起打，大概是没见过我妈这么胡搅蛮缠的女人。”那年轻人伸着手，却说不出话，最后勉强憋出一句：“你不可理喻。”为了不让事情闹大，我牵过那个年轻人的手。我知道他这种懂礼貌的人，是说不过我妈这种泼辣的农村妇女的。他蹲在地上平视我，睫毛颤了颤，有些心疼地问我发生了什么事。我捂着脸上的红印，还没从刚才咸猪手事件中回过神，委屈道：“刚才有人摸我屁股，车厢里有很多女孩子皱眉。”我妈不屑扫了我一眼，嘲讽道：“就你这身材，那个咸猪手有什么想不通的？”刚才为我说话的年轻人又开口了：“对，就你这身材能被人看上。”我妈没读过书，听不出别人的阴阳怪气，只能理解表面一层意思，还真以为那是别人在夸她。她沾沾自喜道：“哎呀，我这身材还好啊。”年轻人无语了，没再理会我妈，低下头问我刚才事情的细节。我还没开口，我妈一把扯过我的头发，吼道：“没教过你出门在外不要跟陌生人说话吗？”她斜着眼看了那个年轻人一下，嘟嘟囔囔，一看他就不是什么好人，打扮得这么花里胡哨，说不定染上什么病。他吓唬我，就是故意想传染给你。再说，连长辈都不尊重的人，能是什么好人？年轻姐姐闻言，被气得差点一口气喘不上来，涨红着脸。多亏身旁的人帮她顺气，她红着眼，直直盯着我妈。我妈也不心虚，还偏头冷哼一声。我为那个年轻姐姐辩驳，姐姐很温柔，还给我吃糖。我伸出紧握成拳的手，当着她的面展开，里面是一颗包装精致且看着昂贵的糖。她看见我手上的那颗糖，更生气了，一把掌拍过来，手被打得吃痛，我下意识松开。我妈瞅准机会，把掉在地上的糖踩得稀碎。我说过几百次了，陌生人的糖不要乱吃。你是学不会的猪吗？我抬头看他，他却心虚地偏过头。因为距离很近，我听见他的嘀咕：“老娘我还没吃过呢，能让你比我先吃？吃。那么馋，地上的东西怎么不舔了呢？”我失落地看着地上的糖，没哭。
听见他骂我，我也没哭。那个年轻姐姐把我抱在怀里，安慰我的时候，我感受到她怀里的暖意隔着衣服传递到我全身各处。我的眼泪彻底忍不住，像决堤的河水流个不停。因为是晚上，我害怕我的哭声再影响到其他人，于是憋着声音，在她怀里哭得一抽一抽的，一点都不痛快。我想，我妈看见我哭，硬生生把我从年轻姐姐怀里抢了过来。刚开始，年轻姐姐一脸气愤地盯着她，不想松手，但看见我难受，最终还是松开了。哎，你轻点呀！她看着我妈的粗鲁动作，忍不住皱眉。要你管？当我不知道你们这种年轻人在想什么，想让我孩子以后报答你？你别做梦了！她只认我这个妈。他看着我不停掉眼泪，双手摊开，恶狠狠拍打我的嘴，疼痛让我放声大哭，他却打得更用力了。还哭？大晚上没看见这么多人睡觉吗？还哭？今天看我不打死你！我怎么就生了你这个东西？早知道就不带你出来了，丢人现眼的玩意儿！他越打我，我哭得越厉害，就这样形成了一个恶性循环。火车上的人不满地看着我妈，我妈还不自知，认为拳头是教育孩子最好的办法，打得疼了多了，孩子就会记住这种错误，下一次就不会再犯了。她还笑着和众人分享经验，再打一会儿，她就不哭了，大家睡觉吧。最终，年轻姐姐把我抢了过去，阴阳怪气道：“打累了吧？你先去休息吧。”她让我靠在她肩膀处，对着我们这节车厢的人喊：“刚才那个咸猪手，最好现在就站出来。本小姐一直在录视频，看回放就能看见你。”她停顿了一下，扫了眼四周，见没人站出来，又接着说：“那就别怪我，到时候把你送去警察局了。如果你此时站出来，说不定我就不追究了。”我妈又在一旁叉着腰，嘀咕道：“多管闲事。”没一会儿，就有一个猥琐的人硬着头皮站了出来。他跪在我妈身边求原谅，甚至把包里的钱全交给我妈，哭得比我还大声。我女儿还要考公务员呢，我不想坐牢。放过我吧，求求你们了！大家都是有孩子的人，我懂你的苦心。我妈不忍心，在我耳边悄悄威胁，让我别追究，要不然等会有我受的。她一脸贪婪地把手上的钱往包里塞，另一只手把人扶起来，就这么替我做了决定，说不追究，不就被摸了一下吗？就当是一个长辈叔叔对小辈的疼爱。一直躲在年轻姐姐身后的我站了出来，我擦干眼泪，坚定道：“妈，这是我的事，你凭什么替我做决定？我是不会原谅他的。”猥琐叔叔像一条毒蛇般恶狠狠盯着我，然后又猛地低下头，准备朝我下跪，却被年轻姐姐拦住了。别，大清早就灭亡了。他一看装可怜，这招没用，恶狠狠地盯着我妈，恨不得从她身上咬下一块肉来。趁我妈还在喜滋滋数钱，他眼神一变，一把扯过她的头发，怒道：“连自己的孩子都管不好，你算哪门子妈？敢玩老子！”我妈被打得直喊饶命。他专门往私密的地方打，手在不停地开油，丝毫不顾我妈的求饶声。尽管我妈是农村女子，但在力气方面还是比不过一个男人，一直占据下风。等乘务员赶来的时候，我都认不出脸上青一块红一块的人是我妈。被制服的男人嘴里还不停咒骂年轻姐姐和我，说我们就是烂心烂货。不是说站出来，你不追究吗？眼看我们没反应，他开始讲道理。年轻姐姐眨了眨眼，俏皮地说：“
白痴，我确实没追究，不代表小妹妹就不追究啊。我心疼地看着我妈妈，我们还是有一层血缘关系在，不可能对我妈被打还冷漠在旁围观。我不顾姐姐的阻拦，上前扑进我妈怀里，心疼地抱住她。我妈看了我一眼，又用余光扫了四周一眼，重重回抱住我。乖孩子，妈妈错了。我没有看见我妈眼神中一闪而过的恨意，沉浸在这13年的母爱中，只觉得她的怀抱好暖好暖。回到家后，我妈痛哭流涕地跟我爸说了我们在火车上的遭遇，然后死死盯着我，指着我骂：“这就是你的好女儿。”我真是上辈子欠她的。她在地上撒泼打滚，我手足无措地看着，想扶她起来，却被她无情甩开。装，当着你爸面就装，多心机呀！她又骂骂咧咧。我爸听了我妈的话，把我关在房间里打了一顿。刚开始我还想解释，但触及我爸厌恶的眼神，我默默闭上了嘴。等他打累了，坐在我床头，嫌弃地啐了一口，说：“养你还不如养一只猪呢。”就知道惹你妈妈生气。他见我没反应，又说：“你说不就摸了你一下吗？就算人家把你睡了，你有什么办法呢？还不是照样嫁给他？摸一下你就跟要命了一样，丢人。给你妈惹出这么大祸。”我妈端了一碗水进来，递给我爸，说：“辛苦你了，我来教育他吧。”他看了躺在地上奄奄一息的我一眼，又拿起竹鞭在我面前挥了挥，冷哼一声：“在火车上就警告过你，也别怪我心狠，竹鞭上大大小小的裂痕都是从小打我打坏的。”他知道怎么打人最痛，打哪里痛。他也往我私密处打，嘴里骂着我贱人，说要不是我，他就不用在火车上丢人。他把责任都推给我，他认为自己一点错都没有。等他打累了，他跟着我爸商量道：“要不再生一个算了。”我爸不好意思地摇摇头：“我这个年纪怕是不行了。”我妈眼珠子一转，想出了一个好主意，说要领养一个，而且必须是领养女孩子，这样才能让我知道反抗他们的下场。以后就把钱留给领养的那个，反正你1分钱都拿不到。还有，你长大后必须养我们，谁叫你是我们亲生的呢？我心里冷笑一声，彻底对他们失望。等到晚上，我独自坐在床的一角，将头埋在膝盖之间，整个身子弯着，回想昨天晚上发生的一切。我内心最后一抹柔软被封住。从包里拿出一张皱了的字条和包裹很严实的东西，是手机。我开了机，根据字条上的号码拨打出去。为了防止我逃跑，家里的窗户都被封上了木条。无止境的黑夜里，月光好像透过层层封住的木条照了进来。月光的另一面会是太阳吗？没过多久，家里就多了一个比我小1岁的妹妹。如同他们说的那样，他们对她很好。在我写作业的时候，他们带她去我梦寐以求的游乐园玩了一天，给她买了好多新衣服，装修她的房间。她的房间比我的大很多，有一个很大的窗户，可以看见很大的月亮。爸妈祝愿她有一个光明的未来。甚至因为她随口一句想学钢琴，我妈咬咬牙，真买了一架钢琴回来。然后一脸嫌弃地看着营养不良的我，说他们这么优秀的基因，怎么会生出这样一个孩子？话语间全是对我的不满。可他们忘了，妹妹才是被捡回来的那个。这个妹妹对我有很大的意见。妈妈给她买了很多新衣服，把妹妹不合身的全都扔给我，说我这种丑女孩没穿过这么好的。妹妹在我面前炫耀爸爸妈妈对她的爱。
我爸妈欣慰地拍拍他的头，说拥有他是他们人生中的一大幸事，而被他们忽略的我，是他们人生中最倒霉的事情。我站在一旁没有反驳。他们在光明处吃饭，我独自在月光下疯狂生长。我看着手里的作业，脑海中想起我妈刚才说的话：你除了成绩，你什么都没有，还不知道好好学习，做不完作业就别吃饭了。我们像你这个年纪的时候，哪有机会读书？你现在有机会了，还考不到第1名。他骂完我，转身宠爱地摸了摸妹妹的头，笑得骄傲。不像你妹妹，她不努力，还不是年级第100名。我很不理解，全年级一共200人，前10名的她不夸赞，反而对倒数的人爱不释手。等到了晚上，作业终于做完了。我打开锅，锅里什么都没有。我一脸平静地盖上，淡然地往房间里走。那个烂货没饭吃才好呢，谁叫他自己做题慢？再说他自己没手不知道做吗？饿1、2顿能有什么事？现在不吃学习的苦，将来就要吃社会的苦。现在我们惯着他，到了社会上呢，路过我爸妈房间的时候，里面的对话轻飘飘传出来。我脚步一顿，抬脚继续朝房间走去。回到房间，妹妹看着我的作业本，朝我招手：姐姐，这里每晚她都会偷偷给我留饭，然后偷偷溜进我房间。她是年轻姐姐领养的一个孩子，在听完我的遭遇后，主动站出来说帮我。她说她原来的亲生父母也是这样，她也想用自己的力量来帮助像她一样的人。姐姐，你这么优秀，一定要走出去。她的眼睛亮亮的，在黑夜中像是落入银河系里的星星。我吃着碗里的饭，重重点头。她拿出作业本，在一旁写作业。遇到不懂的题，会向我撒娇。我会用手抵着她额头，让她上课也要专心听讲。就这样，我们互相陪伴着过了无数个冬天。到了高中，我爸妈不允许我继续读了，家里又不缺钱，为什么不让姐姐读？我妹差点没维持住乖乖女的形象，站在旁边和我妈对峙。我妈嗑着瓜子，摸摸她的头，笑道：那都是给你以后的嫁妆，现在给了她，你以后怎么办？我妹差点脱口而出：我不要嫁妆，我只要姐姐去读书。我给她使眼色，她收到，话到了嘴边，硬生生咽了下去。她偏过头，忙自己的事情去了。这几年，我长大了不少，在她的帮助下，身体的营养跟上了，皮肤变白了，身体变高了。现在我妈看我也要抬头，她觉得她在我面前没有威严了。她不满意的努努嘴，骂道：每天都吃这么多，还不胖，这不是浪费粮食吗？以后你就别吃了。你妹妹也瘦着呢，我从前以为她是爱我的，因为她只有一个孩子。现在我发现还是我想多了，就算另一个不是亲生的，和我相比，还是比我重要100倍、10000倍。我忍不住抬头质问她：我现在不读书，以后干什么？我才是你亲生女儿，妹妹就在我旁边写作业，离我很近，离我妈有点距离。我能清楚听见她说的话。她在一旁埋着头，因为我妈听不见她说话，她肆无忌惮附和道：就是。眼瞎的，我妈不屑地偏过头，朝地上啐了一口，骂道：小兔崽子，你自己看看隔壁邻居那女孩，还不是没读高中，出去打工了。人家现在结婚了。她的眼神露出一丝羡慕。他们家现在别提多有钱了。她把我的作业扔进垃圾桶，我没让你嫁人就不错了，你还跟我犟。我看着垃圾桶里我辛辛苦苦做的作业，看来她并非嘴上说说，
我没了往日的淡定。我必须要读书，我要脱离这个家，我要去更多地方，看更广的世界。我跪在地上求他，我不要我的尊严，什么都不要了。妈，求求你了，你让我读吧。我再也不反抗了，我知道错了，我在为我几年前的事情道歉。火车上发生的事，成了他这辈子心里的一根刺。我妈一脸得意地笑了，她认为自己终于找到拿捏我的把柄。确实，我现在离不开他，我还没有成年，我跑不掉的。我今天拿尊严换的东西，以后我会慢慢让他还的。我妹妹写着作业，纸上被水晕染了一大片。在我妈看不见的地方，她紧紧握着我的手，安慰道：“姐姐，走出去吧，早点说，不就好了吗？”我妈丢下一句话，走了，还不忘把我妹带走。来，乖女儿，跟妈出去玩。自从那天后，我和我妹的家庭地位反了过来。我成了我妈最喜欢的那个，也不应该说是最喜欢，应该说我活得越来越像她想象中的傀儡。听话，不反抗她，还一直爱着她，从没有恨过她。我妈让我妹别读书了，早点出去打工养我，挣我的读书钱。我让我妹早点走，我已经给年轻姐姐打电话了，如果不出意外，马上就可以走。我妹舍不得我，毕竟这么多年，我们的感情早就胜过亲姐妹。这些天，我爸妈一直在想办法，怎么把我妹名下的房子赚回来。因为上次我和他们吵架，他们情绪一上来，立马把房子转到妹妹的名下，说我这辈子活该没有一个家。这是我的房子，给你好吃好喝的就不错了，怎么还要让我们两个老骨头供着你？我妈生气道。等以后我们老了，你一分钱也别想捞着。这些全是你妹妹的，我什么都没有说，抓紧记每一个知识点。我妈觉得自己的尊严受到了挑衅，跑过来揪我的耳朵，任凭我怎么喊痛都不放手。妹妹跑过来抓住我妈的袖子，我妈本能把她甩开，但想到什么，最终还是忍着怒意把她抱了起来。她想让我对妹妹心生妒忌，她想让我知道讨好她才是最好的办法。她想让我们姐妹互相争夺她的爱，她想一个人高高在上，享受我们争夺她的感觉。见我没低头，她也不惯着我，抱着我妹妹，当即决定把房子转到她名下。因为在她的印象里，妹妹在这个家最听话，她不会反抗她，她就是一个乖乖的傀儡。走前，妹妹一直在我房间里陪我，旁边依旧是留有余温的饭菜。台灯下，她红着小脸写作业，另一只手抱着碗。听见响动，她朝我望过来，嘴角扬起一个很大的笑容。她说：“姐姐，你终于回来了。”她的笑容是我冬天里最大的慰藉，但我现在连这份笑容也守护不了了。我以为爸妈对这个妹妹是有感情的，就算养了几年的狗都能养出感情，更别说人了。当我回到家里，没看见妹妹，心里一慌。我想起上次我妈让我妹去打工的场景，我背后一凉，立刻去问我妈。她此时在做饭，为了不打扰我学习，门关得很严实，几乎听不见里面的声响。我推门而入，她吓了一跳，看见是我才松了一口气。她皱眉道：“作业不做，进来干嘛？怎么，以后想当厨子？”见我还没走，她又骂道：“果然生了你这个没出息的东西，还不如你妹妹呢。”妹妹呢？我攥紧拳头，强挺着怒气，尽量装作很平静。毕竟要是我妈知道我和妹妹关系好后，妹妹可能更回不来了。她放下铲子一摔，锅底被磨出猩红点点。她恼道：“妹妹，
被我送人了，养了他这么多年，又不是亲生的，不送走还留着过年吗？怎么没听见你问妈呢？真是个畜生玩意儿！我脸一凉，泪不自觉流下。我伸手指着他吼道：就是一条狗，这几年也能培养出感情，你怎么舍得？那是一个活生生的人啊！他叉着腰，不甘示弱。怎么，就算是一条被我养了几年的狗，我还是照样卖？你就庆幸他是人吧。他狐疑地看了我一眼，你们关系不是不好吗？你这么关心他干什么？我冷哼一声。我至少比你有血有肉。他看着我，嘲讽道：你现在这样骂我，等你出了社会就懂了。除了你父母，还有谁会这样说你？还吃饭？畜生玩意！这饭我不做了。他坐在地上，像一个无赖泼妇，哭爹喊娘。哎呀，我苦命啊，生了你这么一个东西，你就这样报答我？他见我一脸死灰，没其余反应，生气地站起来，揪着我的耳朵把我拎出去。来，大家来看看呐，这个女儿成天在家，饭不做，碗不洗，连第一名都考不到，回来还敢对我甩脸色。大家来看看呐，农村这种地方，几乎是有点动静，就有那种上了年纪的人站出来。他们不管37、21，就开始赞同我妈的话。一个白发苍苍、拄着拐杖的人站出来，指着我的鼻子骂道：我就说生个女的不行，还得生一个带把的，这样以后把女孩卖了换彩礼才行。你说，你生女孩以后老了靠谁？我跟疯了一样，挣脱我妈的禁锢，对看戏的人哭得撕心裂肺。我辜负了年轻姐姐，辜负了妹妹，辜负了自己。她把妹妹送走了，她把妹妹送走了呀！前些天被我妹妹扶着过马路的老奶奶也站了出来。她冷哼道：不送走的留在家里吃粮食呢。我愣怔住，抬眼看她，有一瞬间的错愕。实在想不到，前几天还摸着我妹妹的头，说她乖的老奶奶，现在竟然能说出这样的话。要我说，女孩子不听话，打她一顿就好了。你讲再多道理，人家还不是自命清高，比你懂得多，照样左耳进右耳出。我妈很满意我被众人骂，我听了很久，从一开始的大哭大闹到最后面无表情。见我没说话，我妈以为我终于乖了，她拉着我回家。我妈又捡起地上的锅铲，替我擦干眼泪。她得意洋洋道：你看，还不是所有人都赞同你老妈？你再说我有错试试。好了，有什么哭的？快去写作业吧，我去做饭了。今天给你买了肉，我上楼时看见了桌上放着一袋糖。我盯着那袋糖看了许久，久到我妈已经做好了一道菜，端着盘子出来。看我还站在原地，她不满道：怎么，家庭作业少了？我缓缓摇头，指着面前那袋糖。她笑了，误以为我想吃。她放下盘子，从一袋糖里拿出一颗。不知是故意还是无意，这颗糖果和当初在火车上年轻姐姐给我的那一颗一模一样。外人哪有父母对你好？我想反驳，年轻姐姐比你们好100倍、1000倍、10000倍。但想想还是算了。拿了一颗糖，我转身走了。时隔几年，这种糖又进了我的嘴巴。原来是这么甜的吗？可是我早已经不爱了。推开门，我幻想着和以前一样能看见妹妹，但房间里黑得吓人。他们害怕我逃跑，脱离了他们的掌控，以后没人给他们养老。他们在妹妹离开后，又把房间窗户的木条封了一层，这下彻底封得死死的。月光再也进不来了，我也出不去了。我翻开平时和妹妹一起看的课外书，
一惊，双手都忍不住开始颤抖。里面是我妹妹留下的一张字条，她说她已经被年轻姐姐带走，期待以后在同一个大学见面。原来买她的人是火车上的姐姐，太好了！我激动得差点喘不上气。我接着往下看，她还说她不能继续陪在我身边，以后的路很难走，但她相信我。无论是为了自己还是妹妹，这条路再黑，我也要坚持走到尽头。我相信一定会有月光照在我身上。我的成绩突飞猛进，在第1名的位置上坐了很久。我妈每次都和我爸抢开家长会的名额。她翻出了和我爸结婚时穿的红色旗袍，她站在镜子前，一个劲笑。没想到有生之年我还能穿上这条裙子。我思考题目的时间，抽空看了她一眼。裙子是很旧的款式，这些年她胖了不少，裙子早已经不合身了。她像是过年被绳子捆住的猪，但她不觉得，她觉得她依旧明艳动人。她认为我的好成绩归功于她没日没夜为家庭付出。我转动手上的笔，仔细分析了一下利弊，还是缓缓开口提醒道：这条裙子不适合你。我仔细筛选，终于挑出了2个温柔的词：适合。可我妈不这样认为，她上下扫了我一眼，嘲讽道：你还不是老娘生的，有什么资格瞧不起我？我沉默了很久，没再说话。随便他吧，丢脸的又不是我。第2天，他去开家长会，我身边的朋友都在问我，这是谁家的母亲，打扮得这么丑。我放下手中的单词本，看了一眼，随口说不认识，又笑了笑。不过确实挺丑的。他本来想出风头，结果注意力都被他身上的裙子抢了去。周围细细密密的讨论声，他听得一清二楚。谁在说？我撕烂他的嘴，周围便没了说话声。他的眼神恶狠狠地盯着我，仿佛让他出丑的人是我。回家后，他把我的满分卷子揉成一团，随意丢进了垃圾桶。就连他昨天爱不释手的裙子也被他扔了。他让我跪在地上，他坐在沙发上。他翻箱倒柜，终于找出那条竹鞭。我看见竹鞭，身体下意识抖了一下。我妈很满意我的反应，一鞭一鞭落在我身上。她的嘴里骂骂咧咧：让我出丑，让我出丑。她打累了，喝了一口水，放下竹鞭，看我疼了一会儿，才让我上去写作业。我刚走出2步，他不情不愿地开口：下次你再考第1名，开家长会，你帮我搭配衣服。我说好，回到房间简单处理了一下伤口，便开始写作业。手指摩挲着那本和妹妹日日夜夜翻开的课外书，这样我才有继续学下去的动力。不过上次是我最后一次考第1名。我妈指着我的鼻子，骂我脑子是不是进水了？这么简单的题还在错。我让她做试试，她又不说话了。没一会儿，她说我又敢顶嘴了，把我关进小黑屋。这里也没有月光，但我已经习惯了。我的成绩从第1名开始往下掉，到了第20名，我妈着急了。他不知道从哪里听信的偏方，说喝了会变聪明。于是我每天喝着奶白色的东西，腥味很大，很难喝，但我妈拿着碗强硬灌我。一碗见底后，她把我甩开，冷笑道：这不是能喝完吗？装什么？以后每天是你主动喝还是我灌你？你自己选一个。我麻木地擦干净脸上的残汁，把垃圾扔到一边。随便你。后面是骂骂咧咧的声音。我这次头也没有回。我的成绩开始进步，我妈以为是她的偏方有效果，每天让我喝2碗，我也照做。
1个月后，我又一次考了第1名。我妈换上我搭配的一身白裙，很漂亮。在去学校的路上，为了不弄脏她的白裙，她打了车。一路上，她都在不停欣赏她的裙子，问我好看吗？不等我开口，她又自顾自说自己是天生丽质，要不是为了生我，她能变成今天这样。我想对她，但一切都不重要了，因为我爸爸出车祸去世了。她身上的白裙子刚好像今天出殡一样。医院打电话来问我妈是不是他的妻子。他路上出了车祸，快要坚持不住了。如果我们现在赶去医院，说不定能见他最后一面。可马上就要到我学校了，家长会也快开始了。我妈捏着裙子犹豫不决。拒绝了医院后，她匆匆挂掉电话，当作什么都没发生。我垂下眼，想笑。我想他们都活该，死了也活该。如果现在去医院的话，完全能赶上见我爸最后一面。但我妈呢？她自私，她要让所有人的目光都集中在她身上，所以她无条件选择和我一起去学校。她要找回上次在这里丢失的尊严。她捂着自己的心口安慰道：反正都快死了。对，都快死了。等到了学校后，医院打电话来，节哀，人已经断气了。我妈回了句知道了，就把电话挂了。今天学校没开大门，我妈穿着白色裙子去问保安，今天不是开家长会吗？怎么没开门啊？保安的年纪大了，听力不太好。我妈又耐心问了一遍，保安这才明白，回道：啊，你说家长会呀？不是通知了天气不好，取消了吗？你没看见吗？话音刚落，我妈像断了线的风筝，整个人没了支撑，摔倒在地。保安去扶她，她一把把人推开。保安大爷的头撞在了墙上，顿时流了一地的血。我被吓坏了，想打急救电话。我妈拦住我，自己爬去看手机，模样癫狂。什么？不能取消，不能取消！你快开门，快开门！她站起身，摇晃着大门，门居然被摇开了。她扔下手机，穿着白色衣服，在操场中间跳舞，很丑，但她只会跳这个。我拿起手机，准备打急救电话，看见一条未读消息，通知今天取消家长会。本来他能赶上见我爸最后一面，但他依旧在最后关头选择了自私。这下最后一面没见到，自尊也丢了。我妈因为故意伤人进监狱了。后来听说她疯了，在监狱里天天说自己有一个第1名的女儿，还绘声绘色描述家长会当天她是穿着多好看的裙子参加的。有人问，那你女儿呢？你进来了，是不是她爸爸照顾她？提到那个男人，我妈又哭又笑，十分癫狂。她的手握成拳头，打在提问的那个人头上。让你说话，你们都应该看着我，把目光集中在我身上。看着我呀，监狱里的人都不惯着他，所以他3天2头被揍。在他又一次被揍到重伤住院。警察打来电话时，我在和妹妹备战高考，妹妹在一旁睡着了。我伸手点了点她的鼻子，她不满地嘟嘟嘴：姐，刚才谁的电话呀？我笑着回道：不认识，诈骗吧？哦，那你注意点。会的。全文完。